黄昏为了给阿尼亚出气，痛殴蚊子，威胁无良老师。今天是一点学院放榜的日子，虽说可能入学无望，但一家人还是觉得去碰碰运气。结果一路上不是手链断了，就是遇到黑猫，阿尼亚甚至还踩到了大便，总之就是各种不顺。而到了一点学院一看，长长的录取名单上果然没有阿尼亚的名字。西国第一间谍千面特工黄昏在维系东西国和平的重要任务上彻底败北，一家人脸色难看的离开了学院。而就在这时，校长叫住了他们。校长对黄昏透露了不对外公开的备取名单，阿尼亚赫然排在第一位。只要正取名单中有1人放弃入学，阿尼亚就会立刻被候补录取。黄昏不明白自己当时明明做了那么失礼的事，为什么还会被录取？校长却表示，黄昏的行为明明是在蚊子的威胁中救下了史旺老师。你知道地球上杀人最多的生物是什么吗？是蚊子呀，蚊子！只要有1名空缺，阿尼亚就能入学。但如果1名都没有呢？月儿心中一紧，已经开始想象自己为了名额去杀人的场景。阿尼亚吃到惊天大瓜，差点绷不住。校长安慰一家人，每年一定会有几个人放弃入学，也就是说，阿尼亚的入学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不过他可能会因为揍了前校长的猪头儿子而被调职处分。不过校长并不后悔，他守住了一点学院的荣耀。他不知道黄昏已经在盘算把碍事的史旺除掉了。3天之后，电话铃响，黄昏一阵风一样冲过去接起电话。阿尼亚被成功录取，黄昏兴奋地举起阿尼亚，任务中的第一步总算是成功了。弗朗基第一时间提着酒过来庆祝，酒喝上头，弗朗基一个直接在饭桌上把自己偷答案的事说了出来。还好月儿已经醉得啥也记不住了。弗朗基怂恿阿尼亚跟黄昏要礼物，黄昏也表示会尽力满足阿尼亚。没想到阿尼亚不想要礼物，而是想模仿间谍动画玩公主城堡拯救大战。黄昏当场驳回，这绝对不可能！阿尼亚哭唧唧，弗朗基跟着煽风点火。阿尼亚想去的纽斯顿城堡最近被改造成了动画主题乐园，还可以包场出租。因为没有政府的管制，玩得过分一点也不会有问题。再说好不容易都录取了，不庆祝一下怎么能行呢？黄昏刚一松口答应，弗朗基立马跳起来说走就走，他现在就去预约城堡，让黄昏准备交通工具。于是很快，西国间谍总部收到了黄昏发来的电报，任务进展顺利，现在他需要一架飞机。西国第一间谍的所有要求都被当作重大事件处理，女指挥二话不说派出飞机，黄昏带着一家人加弗朗基飞往城堡。城市的夜景尽收眼底，然而到了城堡，阿尼亚却并不开心。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的城堡算什么城堡？他不开心就没法上学了。黄昏当即向总部要求支援人手，于是东国所有谍报成员立刻赶赴纽斯顿城堡执行代号枭的紧急作战。一瞬间，城堡里衣香并营，热闹非凡。黄昏上台，表面上正常发言，暗中用摩斯电码向同事们传递消息，意思就是为了最高任务好好当工具人，待会儿听弗朗基指挥。爆炸头伯爵绑架拉尼亚公主，他们要扮演伯爵的手下，阻止路易德曼特工营救公主。台下的间谍纷纷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虽然完全听不懂，但并不妨碍他们行动，而且能和西国第一间谍对决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更别说弗朗基还决心玩一票大的，让手下们不择手段也要阻止黄昏。接到命令的特工们一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营救公主大作战正式开始。弗朗基驾着阿尼亚上了缆车，黄昏也紧随其后。接下来他就是洛伊德曼特工，为了抢回公主进行各种困难挑战。第一关是庭院问答，如果回答不上来阿尼亚公主提的3个问题，就得穿上洛伊德曼变装套装。黄昏打死都不要穿这么羞耻的套装。然而前2题一对一错，胜负都在最后1题上。现在阿尼亚最想要的是什么？黄昏灵机一动，最想要的当然是间谍全套周边，却没想到阿尼亚现在最想喝水。问答失败，黄昏羞耻地穿上了变装套装，阿尼亚高兴的原地蹦跶。弗朗基和阿尼亚飞走，黄昏通过隧道传动到下一关，在弹球和反派们的阻拦下冲过庭院，黄昏极其帅气地躲避着弹球和烟花，制服对手冲到阿尼亚面前。然而大反派又挟持着公主飞上了高塔，高塔内部迎接他的是密集的枪弹攻击。黄昏扔出弹球，夺过枪支和敌人中门对狙，单枪匹马地解决了所有埋伏的敌人，追到塔顶，解开腰带当滑索，在一片爆炸中优雅无比地来到了王座之前。此时已经是最后一关了，所有间谍赶到现场，一见自己要在同事面前上演这种丢人的小短剧，黄昏再次羞耻地红了脸。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任务，黄昏结结巴巴地说出了洛伊德曼的台词，却没想到这场戏还没演完，最后出场的居然是月儿魔女。喝醉了的月儿那是六亲不认，
刃，上去一脚就把自己老公脸划出了血，整个人气势猛地暴涨，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想抢走阿尼亚的人。月儿的近身格斗凶猛无比，就连黄昏甚至都防不住，眼看就要被干掉，结果月儿自己脚下一滑，然后原地睡了过去，一拳锤飞战五渣弗朗机。黄昏耳朵通红的走到阿尼亚面前，他来救他的公主了。阿尼亚心满意足地扑进黄昏怀里，满天的烟花在城堡上空绽放，间谍们陆续撤离。阿尼亚靠在父亲怀里，离开孤儿院的每一天，他过得都很幸福，他一定会努力上学的。第二天，间谍总部上司收到了黄昏8000达克的报销账单，行动代号肖，入学行动确认成功。